这是2010年发售的怪物猎人 P3， 这是2015年发售的怪物猎人 X， 这是2018年发售的怪物猎人世界，而这个是即将于2025年发售的怪物猎人荒野。你好，我是从2010年用时间机器穿越过来的人，请问魔物猎人的新作发售了吗？马上就发售了呀！看，这就是明年的新作《魔物猎人荒野》呀！哎呦我去，这不 PS2 游戏吗？我还是回去玩我的 PSP 吧。盲亨 P3G， 铁定留守 PSP。如果说今年 TGS 的试玩直面性能约等于6600XT 的 PS5， 拼尽全力才能跑出怪物猎人世界级别的画面。如果说 Steam 的推荐配置页面写着4060才能在高达 1080p 的分辨率条件下，还要开启真生成才能到达60帧，完全没考虑过这是个需要反复输入指令的动作游戏，已经足够让你体会卡普空对待优化问题时的幽默态度。那么这一次荒野的全体 beta 测试，他们真的已经连都不要了。想象你有一台电脑，电脑里有一张显卡，你正在参加这次的 beta 测试。算力的高低有没有光追是商务座和2等座的区别，只是影响你在玩游戏时画面清晰度的高低、帧数的高低、特效的多少。但你的显卡够不够 6GB 显存，就是坐票和站票的区别。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专注于狩猎。从多边形的武器到多边形的场景，从大屁股效应的 NPC 到神奇宝贝的3D 龙，现在再给你看28年前的马里奥，是不是都变得眉清目秀起来？可能有人会说了，不就是因为这次建模精度特别高，优化才不好做的吗？我只能说，找你吗？从最开始8万面到后来的40万面，现在80万面都来了。且不说这个分辨率和体积物到底谁能看出来有几十万面，单论文件里的模型有多少面和最后游戏运行调用了多少面，本来就是两码事。游戏开发里有个概念叫模型优化，还有个概念叫 LOD， 都是用来平衡多边形数量和游戏性能表现的。保留超高面数的模型，更多时候是考虑到在过场演出中特定的特写镜头时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大规模刷出低边形，表面上是因为显存不足，实则是卡普空在 PC 版模型优化和 LOD 调度这块出了很大的问题，算力不够就缩减面数，缩着缩过头了呗。哦对了，别忘了正式版还有 D 加密啊！好险，我玩的是 PS5 版，虽然没有碰到低边形这么严重的问题，但 Demo 的性能表现同样堪忧啊。画质模式在我的 4K 显示器中仍略显粗糙，可能用电视玩会好一点吧。性能模式则是根本就达不到60帧，全程都只有40多帧。好在作为一名忠诚的捷运村猎人，我的写轮眼对帧数并没有那么敏感，就直接选择了画质模式。在设计理念上，怪物猎人荒野仍然采纳著名生态大师、动物学者藤冈耀的思路，一个 Plus 再 Plus 版的巨魔之地，把村子集会高里头，把怪物也写好行动逻辑高里头，接着就是各种地形陷阱、环境生物、狗狗打架。你们这种熊不要再打了！虽然说很多老猎人都吐槽这种生态是伪生态啊，是老三样，但说真的，人生第一次体会到无缝的开放世界狩猎，它也确实给足了我新鲜感。尤其是游戏开场播边和新手教程的这个无缝编排啊，这可能是罕见的我会使用精致这个词形容怪物猎人的地图。相比起市面上其他的开放世界游戏， Demo 的这张地图面积并不算大吧，更像是把以前作品中不同风格的地图微缩后统一在一个更大的地图中。最明显的感知就是走着走着四周环境或者天气就大变样了，所以我更愿意把它当成Plus 版的巨魔之地，一个真正完整版的巨魔之地。当然看风景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终于能随时随地掏出武器练习我的狩猎技巧了。荒野在战斗系统上的第一大改动，主副武器系统。不管你是一把近战、一把远程、一个轻武还是一个重武，这套系统都为狩猎，特别是单人狩猎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系列的制作人三太子更是表示，如果可以，我会带2把大锤去狩猎。那么对于我来说，一把无敌的大剑和另一把无敌的肿头大剑就是最佳的配置。荒野大剑后摇更小，更加灵活，灵岩池的防御好像在跟奶龙玩相扑游戏，以及几乎可以接待所有非蓄力动作后的抵消上老斩，相杀后打出非常高的追击伤害。紧接着是大锤，一边平 A 一边移动，机动性提升，帅气的本垒打，灵感源自棒球，以及看起来有点像搞笑艺人的新动作浑身蓄力，伤害不低，出招灵活，自由控制蓄力段数，甚至能直接接在本垒打和打年糕后面。荒野在战斗系统上的第2大改动，集中机制，
你可以在出刀状态按住瞄准键，对准怪物的伤口和弱点打出更高威力的伤害。虽然从表面上看，它只是钩爪软化的一个新替代品，一种略显无聊的标准化狩猎流程。我已经等不及看到大家因为争抢伤口而爆发严重的队内 PVP。不过对于我们大剑和大锤玩家来说，能瞄准蓄力绝对是集中机制带来的最大优势。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打头打歪了，特别是开棉，不要方便太多啊。哦，对了，差点忘了讲荒野的联机。百人大厅，激情开荒，表情包乱飞，高情商，让我回到10年前 QQ 飞车休闲区的味道。打开箱子，99个陷阱愣是没有一颗捕获玉，卡普空你可真是牛逼坏了！关上了箱子，我只看见几十个人对着阿尔玛小姐姐进进出出，哦不是对着我的帐篷进进出出。咱就是说，既然是个人帐篷，能不能就不要把别的玩家都显示出来？知道的以为是帐篷，不知道的以为是公测呢。那么以上就是我对这次荒野 beta 测试的看法。虽然优化问题捉襟见肘，但新做的机制改动和开放世界的确吊到了我的胃口。明年我也会在第一时间购入游戏，并为大家带来正式版的体验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